我辞职帮表哥打理残房，1年净收利润350万。可到了年底，表哥只给了我8万分成。他说残房是他租的，配置和饲料是他买的，我只不过是每天帮忙照料一下蚕宝宝而已。能够分我8万，已经是看在亲戚的面子上。面对表哥翻脸不认人的态度，我没哭没闹，直接反手租了村头一家荒废许久的养殖大棚。直到第2年夏天，表哥跪在一片死蚕面前痛哭流涕，而我则靠着养殖成功的蚕茧赚得盆满钵满，成为人生赢家。我看着表哥这副崩溃的样子，紧皱眉头，滚开点，别把你身上的晦气带给我。表哥不明白，自己只不过是裁掉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废物，最终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之前我正在研究如何种植最好的桑叶，确保蚕宝宝的生长速度。就在这时，表哥单手拿着普拉达走到我面前，小杨，今天的分成给你发过去了，记得查收啊。手机的消息音一响，我立马一脸兴奋地查看，可看见屏幕上只有8万的转账记录时，我的心中一沉，紧紧握紧手中的手机不撒手。突然，这2年的所有委屈和心酸全都涌了上来。这期间，我每日无数次地检测蚕房的湿度和温度，研究如何种植更好的桑叶，提升蚕宝宝的生长速度，日复一日，从未懈怠过。结果今年表哥赚了350万，却只分给了我8万。小杨，你也清楚如今外面的行情，这8万还是我看在咱们是亲戚的面子上才给你的，你可要省着点花啊。我听着表哥的这番话，心中不由觉得好笑。2年前明明是他哭着闹着求我帮忙，也说了以后赚了钱我们5-5分成，绝对不会亏待我。当初他表现得十分诚恳，甚至当场发了誓。就这样我信了他的话，我辞了原本的工作，开始专心致志研究如何提高蚕宝宝的产量。这2年里，我每天天不亮就去蚕房查看状况，读各种养殖蚕宝宝的书，深入了解了养蚕的所有流程，甚至一直住在蚕房，整夜都不回家。可以说这2年我对这些蚕宝宝付出了全部心血。而表哥当初说和我一起经营蚕房，但其实这2年他来的次数，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。实际上他根本什么都不懂，还以为只要随便养养就能够赚钱。以前我觉得我们是亲戚的关系，干多干少都一样，并没有过多计较。但今天表哥的这一番忘恩负义的话，算是彻底斩断了我们最后一点的亲情。表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摆出一副兄长的样子。小杨啊，这8万你拿着，回家好好孝敬姑父姑母。最近你也累了，回去好好歇歇。你的活我已经找人替你干了。闻言，我的心中明白表哥如今赚了大钱，现在想要一脚踹开我了。但为了他在亲戚面前的好名声，才会装得这么仗义。一切想通过后，我并没有露出愤怒的表情，而是默默地收下了手机中的转账，随即抬头看向表哥，淡淡的开口：好，我最近确实有点累了，那我就先回家了。表哥原本还想多说几句安抚我，但没想到我居然什么都没说就同意了。他脸上的表情瞬间一愣，随即又恢复正常，大笑地拍我的肩膀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知道你最懂表哥的心了。等到过年的时候，我一定好好在饭桌上感谢你。我面无表情地附和着表哥，直到他长篇大论地说完之后，我才转身离开。但是我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直接走到村长家，拿出自己身上的全部积蓄，租了村头一个荒废已久的养殖大棚。村长再三劝说，我却根本不为所动。没办法，村长只好给我申请的单子盖章。很快，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花8万租了一个没人要的大棚，纷纷嘲笑我不自量力。但只有我知道，村头那个大棚简直是养殖蚕宝宝最好的一个场所，温度和湿度对养蚕都十分友好。之前表哥租的蚕房面朝阳光，一到炎热的夏天，温度就会急速上升。每次都是我彻夜留在蚕房，不停地调试温度，以及我曾经大学里学过的医药专业，研究了能够迅速增加湿度的药剂，才能够彻底保证了蚕宝宝的存活率。我站在村头的废弃大棚面前，心想这次没有我的细心照料和特殊药剂，就凭着表哥这么不上心的态度，等到第2年夏天，他一定会为当初自己的决定追悔莫及。下午，我又去银行贷了20万，用来买蚕宝宝和各种专业配置。紧接着，我就开始装修这个废弃的养殖大棚，确保它成为养蚕的完美场所。我还将我家名下的所有土地全部种上桑叶。忙忙碌碌1个月后，我回了一趟家，刚一进家门，我妈就迎了上来。小杨，你回来了。今年你表哥给你分了多少钱？听到我妈的话，我在门口换鞋的动作一顿。表哥说看在我们是亲戚的面子上，分了我8万，还说让我好好孝敬你们呢。此话一出，我妈脸上的表情转为震惊，我爸也不再看手上的报纸，就连我的老婆小雨也从厨房跑了出来。什么？前几天你表哥在朋友圈炫耀，说今年赚了300多万，怎么就分了你8万？我换好鞋后走过去，坐在沙发上，尽量语气平和地说道：我就平时照顾照顾蚕宝宝，表哥能够给我8万，已经够人尽义尽了。说完，一旁的老婆瞬间红了眼眶，只因只有她知道我这2年所有的艰苦。可他到底没说什么，心中知道我不是个任人欺负的性子。今天这么说一定有其他原因。我感受到老婆心疼的眼神，心中一酸，随即暗暗发誓，明年一定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。这时，我妈却为我愤愤不平：什么人尽义尽？之前不是他说赚了钱和小杨5-5分成，如今就给8万是什么意思？耍我们玩吗？见状，我爸立即起身安抚情绪激动的我妈：好了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关系闹得太僵不好。再说，我相信咱们儿子心中一定有数。说完，我爸略带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仿佛知道我正在做什么。我冲着我爸点了点头，心中明白我租了村里的废弃大棚的事情早已经人尽皆知，全家可能只有每天围着灶台转的我妈不知道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沉思。这1个月，我采购了饲育设备以及温湿度调控设备等所有养蚕需要的专业设施，桑苗也被我全部种在地里。
只等来年2月份桑叶成熟，就可以买一批新的蚕宝宝养殖了。只不过这些前期准备的花费，几乎花光了我一半的钱，可能最终养不了这么多蚕宝宝。就在我为剩下的资金发愁时，身边的老婆默默走到墙角的衣柜旁，费劲地掏出了一张折页的存折递给我。老公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最近在捣鼓什么，但是我绝对支持你。这里面有20万块钱，是我家里当初给我的嫁妆，你拿着。说完，老婆直接将存折塞到我的手里，然后立即转身躺下，丝毫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我看着老婆背对我的身影，用力攥紧了手中的存折，眼泪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。老婆，谢谢你，有你真好。说完，我默默收起了老婆给的存折，暗暗下定决心，以后绝不会再让老婆感到失望。时间很快就到了过年这天，我们村的传统就是一到过年这天，一定要所有亲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，以示新的一年开始。等我们来到包厢的时候，就看见表哥正和亲戚朋友炫耀着今年的收益。我本不想理会，正准备和家人找个地方坐下时，表哥傲慢的声音却传遍所有人的耳朵：小杨，我不是分了你8万吗？你怎么还是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？此话一出，包厢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了我，我的父母原本高兴的神情也变成了猪肝色。面对众人投来的目光，我并没有露出半分窘迫，反而笑着看向表哥，缓缓开口：表哥说的对，我之所以穿成这样，这一切不都是表哥的功劳吗？此话一出，包厢里瞬间安静了几秒，表哥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他干笑2声，大手一挥：小杨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！来来来，赶紧带着姑父姑母赶紧坐下，今天这顿饭我请的，谁都不准抢着买单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所有亲戚都在夸赞表哥的大方。见状，我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带着父母和老婆找了个角落坐下。饭局很快就开始了，表哥坐在主位上，一边喝酒一边和亲戚们吹嘘，说自己这2年是怎么靠养蚕致富的，从选蚕种到控制温度，说的头头是道，好像蚕房里的一切都是他亲手打理的一样。我在角落听着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这些东西他连门都摸不着，全是我手把手教给蚕房工人的，如今倒成了他的功劳。亲戚们一个个听得两眼放光，纷纷端着酒杯凑上前去，有几个还直接开口，想把自家孩子送到表哥手底下干活。小雨啊，打小我就看你最有出息。果不其然，随便一出手就赚了这么多钱。说完，其他人纷纷跟着附和：是啊，我家那小子天天就知道在家啃老，他要是像小雨这样厉害，我早就不用操心了。表哥被吹捧得飘飘然，他趁着这个劲头，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：之前小杨只不过平时帮我照顾蚕宝宝，我直接念在咱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，给他分了8万块钱，怎么说也不能亏待了自己兄弟，对吧？表哥为了彰显自己的仗义，特意将自己给我8万块钱奖金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果不其然，所有亲戚都开始夸表哥：小雨真是个好孩子，就算赚了大钱，也没有忘记咱们家这些兄弟姐妹。这时，一直和我家不对付的二叔站了出来：可不是嘛，要是不是有小雨带着，就凭他们老赵家的窝囊种，一年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？闻言，我低头扒着碗里的饭，一声不吭，只想早点结束这顿饭局，一会好再去养殖大棚看一眼。毕竟这种小脑缺失的人争辩，实在是浪费口舌。只不过虽然我不想计较，但我妈却坐不住了，她猛地放下筷子，就要站起来和堂叔理论。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按住我妈的手，冲她轻轻摇了摇头。我妈看着我的眼神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还是忍住了，重新坐了回去。但她拿筷子的手一直在发抖。就在亲戚们全都围在表哥身边时，我猛地放下筷子，抬手端起面前的酒杯，站起身，穿过人群，一步步走到表哥面前，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抬手朝他敬酒：表哥，感谢你这2年的照顾，我敬你一杯。说完，我扬起嘴角，脸上看似真诚的笑着，实则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。表哥听到我这句话后，脸上的表情瞬间愣了一下，他没明白我话里的意思，只以为我真的是真心感谢他。虽然他已经喝了不少的酒，意识已经逐渐发散，但周围这么多人看着，他也不好拒绝，于是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喝完酒，表哥立马又摆出那副兄长的派头，拍着我的肩膀，大声说道：小杨，你以后要是缺钱了就找表哥，凭着咱们俩这关系，表哥绝无二话。这句话一出口，周围的亲戚又是一个猛喝。我笑着点头，然后默默退出了人群，回到角落坐下，抬头看着被众人簇拥在中央的表哥，心中冷笑，说什么缺钱就找他，要是真到那一天，第一个落井下石的人一定就是他。这顿饭吃到后面，早已经不像是什么团圆饭了，而是完完全全变成了表哥一个人的表彰大会。所有亲戚朋友都围着他转，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听。这时，所有人的注意力早已经不在吃饭上面，全都在忙着如何攀上表哥这棵大树。就在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，表哥突然看向我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口：小杨，听说你拿那8万块钱去租了村头那个废弃的大棚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拿着钱好好孝敬姑父姑母，你倒好，直接把钱全浪费在那种破地方了。此话一出，整个空气瞬间凝固，随即所有人带着嘲讽的目光看向我，全都认为我自不量力，竟然妄想和表哥对着干。我的家人听到这句话后，除了我爸猜到了一点以外，我妈和老婆全都一脸震惊。我妈手中拿着的筷子瞬间掉落在地，还没等我妈质问我，周围的亲戚已经开始七嘴八舌了。你不会是也想养蚕吧？就你一个人，怎么跟你表哥比啊？其中一个看着我长大的二姨说道：就是啊，小杨，你怎么想的？那个大棚荒废多少年了？
你拿钱去租那个干嘛？一旁的堂叔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不就是平时帮忙照顾了几次蚕宝宝，还真觉得自己能干了，这不是自不量力吗？此时包厢里的亲戚议论纷纷，我端着酒杯一言不发，任凭这些亲戚在耳边叽叽喳喳，反正我早晚会证明这一切只不过是表现。等到我将蚕茧养殖好了，这些声音自然会全部消失，只不过是一点质疑声而已，我还能够接受。但我妈不行，她曾经可是出了名的性格暴躁，面对这种情况根本忍不了。她虽然震惊我的举动，可她更看不惯别人这么数落自己的儿子。只见他猛地站起身，抬手指着那群亲戚破口大骂：“我呸！你们一个个的算什么东西？我儿子的事轮得着你们在这指手画脚？平时谁家有困难找到你们，一个个推三阻四的，现在倒是有脸在这说风凉话了。”说完，包厢里一下子鸦雀无声。表哥尴尬地笑了2声，刚想打圆场，我妈根本不给他机会，直接拉起我爸，又招呼我和老婆走。这饭没法吃了，咱们回家。这包厢里不知道哪来了这么多嘴里滂臭的苍蝇，恶心死了。说着，我妈还一手捏着鼻子，一手在眼前挥了挥，那样子嫌弃极了。我妈的这话一说出口，包厢里的所有人脸色瞬间涨得通红。但我妈没有真的指名道姓，他们也不好随便发脾气，只不过每个人的手心都被用力掐红了。这时，我爸一脸严肃地朝着门外走，其他人紧随其后。我也急忙站起身，跟在父母身后。往外走的时候，我还能听见包厢里传来的议论声，有骂骂咧咧说我妈不讲理的，也有继续恭维表哥的。但这一切也与我们家无关了，只因我心里很清楚，这一走，我们家和表哥算是彻底撕破脸了。甚至连那些本来关系就不好的亲戚，这次也一并得罪了。但我无所谓，他们和我自己的家人比起来，连一根毫毛都不算。回到家后，我妈一声不吭地坐在客厅的椅子上，整个屋子安静得吓人。我爸站在旁边也没说话，老婆低着头坐在一旁，谁都不敢先开口。过了好一会，我妈突然动了，她起身走到房间里，翻了半天，拿出一个布包放在桌上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沓现金和一张存折。这是我和你爸的养老钱，你要是哪里需要用钱，就尽管从这里面取。我妈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出奇的平静，没有质问我为什么要租大棚，也没有骂我不跟家里商量。我看着桌上那沓钱，心里泛起一阵酸意，都怪我当初错信了表哥的鬼话，才让快50岁的父母到现在还在为我操心。但这一次，我没有拒绝父母的好意，但我的心里也很清楚，如果这次养蚕要是失败了，我要面临的后果是什么？不光是家里的钱全部搭进去，外面还有20万的贷款，最后有可能连老家的房子都保不住。但我对自己这2年学到的技术有十足的信心，只等明年桑叶成熟，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了。我走上前，默默将桌上的钱收好，然后抬头看着我妈：“妈，你放心吧，这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还有欠你们的好日子，我之后都会一并补上。”我妈听完，转过头去，抬手用袖子擦了一把眼睛，没再说什么。但我却看见我妈的袖子上被泪水浸湿。那天晚上，全家人都没怎么说话，但我知道他们全都选择了相信我。年后，天气渐暖，我又重新忙碌了起来，每天天不亮就往地里跑，查看桑叶的长势。我看着眼前一片刚刚发芽的桑叶，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成就感。我抬手擦了擦脸上的汗，反复做着施药浇肥的动作。那天我正蹲在地里翻看桑苗，一阵发动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我回头一看，表哥开着一辆崭新的奔驰，停在了我旁边的路上。他打开车门走了下来，站在田埂上，双手抱胸，一脸不屑地看着我：“小杨，都跟你说了别瞎折腾了，你说说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跟我请来的专业人士比？等到赔得裤衩子都不剩的时候，千万别哭着来求我啊！”闻言，我头也没抬，只是皱了皱眉：“你能不能让一让，挡着我干活了？”表哥脸上得意的表情顿时一愣，他没想到我居然是这个反应，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。我这个完全不在意的表现，让他顿时有些恼火，哼了一声：“装什么装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成绩来。”说完，他就转身上车，一脚油门开走，只留下一阵浓浓的车尾气。等他走远了，我才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泥。不得不说，表哥有句话倒是提醒了我，我确实不能一直一个人干。等到蚕宝宝正式养殖之后，就凭我自己根本忙不过来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在网上发布了招聘信息，工资比其他蚕房给的还要高一点，因为我太清楚这个活有多熬人，有时候整宿的不能合眼。只不过我的要求也有些高，我不接受完全没有经验的新手，最少也要有2年的工作经验，因为蚕宝宝的体质脆弱，只要一不小心就能导致它的死亡。所以在招聘上面我更要好好把关。没过几天，前来应聘的人陆陆续续到来，但这里面有一个人让我愣了好几秒，因为他是我之前在表哥蚕房的同事老刘。见状，我立即抬手招呼他过来，一脸关心：“老刘，你怎么来这了？你之前不是在表哥那干得好好的吗？难不成他把你开了？”老刘一听这话，脸色立马变了，骂骂咧咧地跟我说道：“小杨，你是不知道，你那个智障表哥不知道从哪请来了个专家，整天在蚕房里指手画脚，动不动就拿着一堆证书出来显摆，可实际上屁都不懂。”说着，老刘直接拿起一旁的水杯喝了一口，就连最基本的桑叶要擦干水珠，在喂蚕宝宝都不知道，好几次直接拿带着水珠的叶子就往里扔，蚕宝宝吃了之后一个个都蔫了。说完，老刘直接被水呛得连连咳嗽，我急忙拍了拍他的后背：“老刘，你慢慢说，不着急。”老刘缓了一会才终于止住了咳嗽，但随即脸上又是一副愤怒的表情。我们几个老员工去跟他反映，结果他直接让那个专家掏出证书，说人家是专业机构认证的，比我们几个半路出家的强多了，让我们别多管闲事。我气不过就直接辞职了。我听完心里一沉，瞬间就明白了，
表哥这是遇上骗子了。我之前就听说过，有些人专门办一堆假证冒充专家，就是骗那些不懂行老板的钱。不过这些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。我看着老刘点了点头，行，老刘，你以后就留在我这干，你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同事也离职了，我全都要了。就这样，我顺利的招了几个人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之前残房的老同事，毕竟能够有熟悉的人一起干，磨合的时间能省不少。我看着眼前彻底装修完善的养殖大棚，以及蓄势待发的养蚕工人们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剩下的等2月桑叶成熟，就可以正式开始我的养蚕大业了。时间很快来到了2月中旬，地里的桑叶也终于成熟了。我带着手底下的几个人一起下地采摘，一筐一筐的桑叶被搬回大棚旁边，然后分批存放在我提前准备好的冷藏室里，温度严格控制在4到8度之间，确保桑叶的新鲜度。紧接着，我又专门跑了一趟蚕种场，买了一批优质的蚕宝宝回来，正式开始养殖。看着如今焕然一新的大棚和里面密密麻麻的蚕宝宝，我的嘴角忍不住上扬。这一刻，我等了太久了。之后的日子，我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大棚里。每天反复调试温湿度，确保每一个角落的环境都适合蚕宝宝生长。每次喂桑叶之前，我都会专门安排人把叶子上的水珠擦干净，一片都不能落下，因为我太清楚带水的桑叶对蚕宝宝的肠胃伤害有多大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蚕宝宝附近放了瓦楞纸和树枝，防止它们到处乱爬。要是节俭的时候位置不对，茧的形状就会畸形，直接影响品质和价格。这些细节全都是我这2年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经验，也是当初表哥蚕房能赚350万的真正原因。而另一边，表哥的蚕房却完全是另一番光景，他把所有事情都丢给了那个所谓的专家，自己又开始当起了甩手掌柜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朋友圈天天晒的不是饭局就是新买的东西，蚕房他连看都懒得看一眼。直到有一天，蚕房突然出了大事，那个假专家又一次用带着水珠的桑叶喂蚕宝宝，这一次导致蚕宝宝直接大批量的死亡。假专家一看情况不对，当天晚上就收拾行李卷了钱跑路了。等到表哥得到消息赶到蚕房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有将近一半的蚕宝宝死了，地上到处都是发黑发软的蚕尸。表哥看着这一幕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但这些我并不知道，也不关心，因为此刻的我正面临着自己最大的考验。天气一天比一天热，我站在大棚外面，感受着空气中不断攀升的温度，心里很清楚，最严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。夏天的高温对蚕宝宝来说就是一道生死关，温度一旦控制不好，霉菌感染会在几个小时内爆发，甚至直接诱发蚕宝宝体内潜伏的病毒，到时候就是成片成片的死亡。但反过来说，只要能顺利挺过这段时间，我的蚕宝宝一定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。就在我着手准备增加湿度的药剂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一看来电显示是表哥。我接起电话，表哥的声音从那头传过来，跟之前判若两人，再也没有了高高在上的腔调，语气里全是焦急。小杨，你帮表哥，我这蚕房出了大问题，你赶紧回来帮我看看，只要你肯来，我给你10万块钱作为酬劳。我听着电话里面的声音，心中冷笑，10万块钱就想让我放下自己的蚕房去救他？表哥还真是把我当傻子。不过我没有直接拒绝，也没有松口答应，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，行，我可以去看看情况，不过我可不能保证是否能帮上忙。表哥一听这话，哪里还顾得上其他，立马连声道谢，恨不得让我马上就过去。等我到了蚕房，表哥早就在门口等着了，脸上哪还有半点之前的傲气，一看见我就迎了上来，满脸堆笑，赶紧拉着我往里走。小杨，你快帮我看看这些蚕宝宝到底怎么了，还能不能救回来？闻言，我走进蚕房，低头一看，剩下的蚕宝宝一个个都蔫头耷脑，身体发软，动都懒得动，一看就是肠胃出了大问题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我问了周围几个还没走的工人，最后确认了原因，就是那个假专家长期用带水珠的桑叶喂养，导致蚕宝宝肠胃严重受损。了解清楚情况后，我把之前自己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一条一条的告诉了工人，从调整喂养方式到控制环境温湿度，事无巨细的交代了一遍。工人们听得连连点头。没过几天，蚕房里的蚕宝宝渐渐恢复了一些精神。表哥看见这一幕，激动的差点没给我跪下，嘴里不停的说着感谢的话。小杨，这回多亏了你，这10万你收着，下次有这种好事我还找你。我听见表哥的这番话，眼底闪过一丝不屑，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在认为随随便便给了我10万就是天大的好事。如果不是我，他的那些蚕宝宝早就死光了。不过我没有继续和争辩，而是直接拿了表哥给的10万块钱，转身就走了。回到大棚后，老婆正在门口等我，她一脸不解地看着我，老公，表哥之前那么对你，你怎么还去帮他？我摇了摇头，冲他笑了笑，我不是帮他，只是现在还不是反击的时候。老婆脸上的表情愣了一下，不太明白我的意思，但我没有解释太多，只是在心里默默想着，表哥那批蚕宝宝就算暂时缓过来了，也根本撑不过几天后的高温天气，他们的肠胃早就坏了。我只不过是让他们表面看上去没事，实际上底子已经彻底垮了，一旦温度飙上去，死亡率只会更高。而我之所以帮他续了这口气，就是要让他先看到希望，这样等到蚕宝宝真正全部死掉的那天，他才会真正的崩溃。想到这，我打开手机看了一眼天气预报，高温天气就在3天后，温度最高可达38度，同时也是红叶公司前来收蚕茧的最后一天。我紧紧握紧手中的手机，抬头看现如今还算凉快的天气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绝对不能让蚕宝宝有任何的事情。还有表哥，属于你的黑暗时刻也即将到来。自那以后，我基本就住在了大棚里，吃喝睡全在里面，寸步不离看着蚕宝宝。第一天整体没什么异常，温度在正常范围内，蚕宝宝状态良好。
但是我却根本不敢掉以轻心，无数次的观察蚕宝宝是否有哪里不舒服，避免有什么潜在威胁。第二天，气温开始明显上升，我不断调整大棚里的设备，密切关注着每一个数据的变化，整个人的神经绷得死紧。这期间，我老婆每日3顿不落的给我送饭，但我每次都是吃了2口就又去了大棚，生怕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出一点岔子。第3天，也就是最关键的一天，此时我的眼睛里的血丝越发明显。这2天我只敢睡了2个小时，其余时间全部在检测大棚里面的温湿度。一大早，我父母和老婆就赶了过来，站在大棚外面。我妈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一脸担忧地看着我：“小杨，今天这温度也太高了，蚕宝宝不会出问题吧？”我爸在一旁也一直紧皱眉头，这天气确实有点不对劲，咱们这地方已经好几年没有这么热过了。我看着他们脸上不安的表情，自己心中其实也没底，但还是不想让父母跟着操心。我扬起嘴角，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一些：“爸妈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们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。”说完，我让他们先回去，不用在这守着。这时，老婆将手里的饭盒递到我的手上，然后握紧我的手：“老公，你别紧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但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，我和宝宝会一直支持你的。”说着，老婆将我的手缓缓放在她的肚子上，神态温柔。我看到她的这副样子，瞬间意识到什么，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激动：“老婆，你怀孕了。”老婆点了点头：“已经1个多月了，恭喜你，要当爸爸了。”我原本想直接抱着老婆转圈，好来表达我激动的情绪，但突然又想到女人怀孕前3个月很脆弱，立即收回了手，浑身上下都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。见状，老婆不由觉得好笑：“好了，老公，我在家等待你的好消息。”说完，老婆转身离开了。等到所有人走后，我才发现我自己的手心早已经紧张的出汗，怪不得刚刚老婆一眼就能看出我紧绷的情绪。但经过老婆怀孕的消息，倒是冲散了我的一些紧张，也加重了我想要渡过难关的决心。我一定要让我未出世的孩子以后过上吃喝不愁的生活。想到这，我转身走进大棚里，看着眼前无数的蚕宝宝，深吸一口气，真正的战斗马上要开始了。整个上午，我一直守在控制台旁边，眼睛死死盯着温湿度的数字，手里随时准备调整设备。中午，终于迎来了天气最热的时候，室外温度直逼38度，大棚里的温度也开始不断往上窜。我立刻把提前准备好的所有措施全部用上，降温设备全功率运转，通风口按照我计算好的角度打开，每隔10分钟就查看一次蚕宝宝的状态。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大棚里的温度终于被我稳住了。蚕宝宝们安安静静的待在各自的位置上，没有任何异常。我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中午这关算是过了，但我不敢松懈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渐渐的，太阳落了下去，夜色降临，但空气中的闷热感不仅没有减弱，反而越来越重。我看了一眼温度计，温度倒是降了一些，但湿度却开始急剧下降，这正是我最担心的情况。湿度一旦降到临界值以下，蚕宝宝就会出现脱水，严重的直接死亡。我二话没说，立刻拿出早就研究好的湿度药剂，开始往空气中喷洒，一遍又一遍，不停地重复。这个工作我整整持续了6个小时，从晚上10点一直干到凌晨4点，中间连坐都没坐下过一次。直到第2天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冒出来，大棚里的湿度数据终于稳定下来。我看着显示屏上的数字，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，直接靠着墙壁滑坐在地上。这一夜整整24个小时，我没有合过一次眼，身体从头到尾都在紧绷着。但幸运的是，我撑过来了，蚕宝宝们也撑过来了。上午9点，大棚外面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，我立刻站起来走到门口，就看见红叶公司的几辆大货车正缓缓地驶进来。验收的工作人员到了，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立刻招呼手底下的人，开始配合红叶公司的人搬运蚕茧。快，大家一起，赶紧帮着红叶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块搬。与此同时，距离我不远处的表哥正跪在蚕房的地上，看着满地的死蚕，痛哭流涕。我的蚕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昨天还好好的。表哥发了疯一样抓着蚕房里的工人，吼叫着质问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全死了？我不是让你们看着的吗？工人们低着头，谁也不敢吭声。最后还是一个胆子大点的开了口：温度太高了，蚕宝宝扛不住，全都感染了霉菌，我们想救也就不回来了。表哥瘫坐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，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骨头一样。这时，外面传来几辆大货车驶过的动静，轰隆隆的声音从村道上经过，朝着村头的方向开去。表哥猛地抬起头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那是村头的方向，是我养殖大棚的方向。他立刻从地上爬起来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那个破大棚怎么可能扛得住这种天气？他的损失肯定比我还惨。说完，表哥就疯了一样的往我的大棚跑。等他到了大棚门口，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。只见大棚里面几10个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搬运蚕茧，一筐一筐的蚕茧被抬上红叶公司的货车，每一颗蚕茧都饱满圆润，品相完美。表哥站在门口，脸上的表情从不可置信变成了难以接受，最后变成了一片死灰。他踉跄地走进大棚，声音都在发抖：这怎么可能？昨天38度，你这里的蚕茧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？我正在旁边和红叶公司的人核对数量，听见表哥的声音，转过头看了他一眼，一脸不耐烦：滚开点，别把你的晦气传染给我。说完，表哥却像是根本没听见一样，嘴里一直嘀咕着：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表哥眼神涣散地盯着那些蚕茧，根本想不通我的蚕怎么会完好无损。见状，我懒得再搭理他，继续忙自己的事。等到所有蚕茧都装上车后，红叶公司的经理亲自走到我面前，
主动伸出手和我握了握，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惊喜。小杨老板，说实话，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了，已经好几年没见过品质这么好的蚕茧了，你的养殖技术真的没话说。经理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，以后有任何合作，我们公司绝对优先找你，这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，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。我接过名片，点了点头，客气了几句。好，那就祝我们以后合作愉快。经理接了一个电话后立即上了车。很快，原本还停在附近的大卡车全部离开。突然，我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低头一看，是一条银行到账短信。我手指在后面的零数了一下，一共4000万。我盯着屏幕上那个数字看了好几遍，手都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激动。4000万，这是我赌上全部身家换来的结果。这2年所有的委屈和辛苦，在这一刻全都值了。而站在一旁的表哥也看见了我手机屏幕上的数字，他的瞳孔猛地一缩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嘴巴张了张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意识到当初把我踢出残房的决定到底有多么愚蠢。我收起手机，从表哥身边经过，头都没转一下。当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掏出银行卡放在桌上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看着父母和老婆，扬起嘴角笑了一下。我妈不明所以，拿起银行卡看了看，小杨这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？我妈问出了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。这时，全家人的紧张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深呼了一口气，缓缓开口：“妈，蚕茧全都没事，而且今天上午也成功卖给红叶公司了。这张银行卡里就是所有收益，一共赚了4000万。”此话一出，整个屋子瞬间安静了。我妈愣了足足有10秒钟，然后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：“你说多少？4000万！”我妈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我爸坐在旁边，手里的茶杯都在晃，但他到底没哭，只是红着眼眶使劲点了点头。好啊，我儿子真的是有出息了，我终于是没对不起我们老赵家的列祖列宗了。老婆站在厨房门口，听到这话，围裙都没来得及摘，眼泪早就挂满了脸，但她一直在笑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。那天晚上，一家人围着桌子吃了一顿饭，谁都没提表哥的事，谁都没提之前受过的委屈，只是一个劲的往彼此碗里夹菜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带着父母和老婆开车去了城里的售楼部，销售员迎上来，热情地介绍了好几套房子。我看中了一套30两厅的，位置不错，楼层也合适，直接问了全款的价格。这套房子全款多少钱？我要了。说完，销售员介绍的话一顿，仿佛没想到我居然这么干脆。等到他回过神来，立即抬手报了个数，200万。我点了点头，我早就打听过城里的房价，这个销售员倒是没有坑我。然后我在他期待的眼神中直接刷卡，下一秒，一声200万到账的提示音响起，销售员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全程跑前跑后的伺候着。不到2个小时，手续就全部办完了。我妈站在新房子里，东摸摸西看看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“这房子真好，真大，我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买这么好的房子。”但回去的路上，我妈又开始心疼钱了。小杨，城里的房子太贵了，我和你爸住不惯的，你别为了我们乱花钱。我笑了笑，没有直接回答，因为这套房子本来就是给我和老婆住的。父母那边我另有打算。回到村里后，我直接找了施工队，拿出几十万，准备把老家的房子从里到外翻修一遍。我妈一听就急了，又要花这么多钱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你赚点钱容易吗？我走到我妈面前，认真的看着她，妈，这是我做儿子的孝心，你就别推辞了。这些年你和爸跟着我受了不少苦，是时候享享福了。我妈嘴上还在念叨着浪费，但眼泪已经控制不住了。我爸走过来，拍了拍我妈的肩膀，行了，儿子给咱花钱，你就别拦着了。最后，父母终于点了头。施工队的效率很快，没几天的功夫，老房子就变了个样，重新粉刷的墙面，崭新的门窗，院子里的地面也全部铺上了砖。紧接着，我买的各种家具家电也陆续到了，大电视、新冰箱，一件一件的从村口往家里搬。搬运工人进进出出，阵仗大得很，引得全村人都跑来围观，站在路边议论纷纷。这不是小杨家吗？他哪来这么多钱？听说他养蚕赚了大钱了，好几千万呢。就连一旁的路过的人都停下脚步。真的假的？他不是之前被他表哥辞了吗？就是那个租了村头废弃大棚的小杨，人家现在厉害了。我没有理会这些议论，只是安安静静的在家里陪着父母把新家具一件件的摆好，看着我妈高兴的在新沙发上坐了又起，起了又坐，我心里比什么都踏实。而另一边，表哥的日子却彻底陷入了绝境。他之前和合作方签了合同，承诺交付一批蚕茧，如今蚕宝宝全部死光，一颗茧都交不出来。合作方直接找上门，要求他赔偿巨额违约金。表哥急得团团转，这几天几乎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，车卖了，手表卖了，连那个普拉达的包都挂在了二手平台上。但这些加起来远远不够填上那个窟窿。表哥的父亲知道这件事后，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，指着表哥的鼻子骂了整整1个下午，说他好好的生意，非要把人赶走，非要信什么狗屁专家，现在赔得倾家荡产，是不是满意了？表哥被骂的一句话都不敢回，最后走投无路，他拿起手机翻到了我的号码，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拨了过去。电话响了2声，我接了，那头传来表哥的声音，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，没有了傲慢，没有了高高在上，
有的只是低声下气的哀求。小杨，表哥求你了，你帮帮我。这些年表哥对你怎么样？你也是知道的。闻言，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这些年他对我做的事情，他居然还有脸提。可能是表哥看我一句话没说，又开始打亲情牌。表哥当初赚了钱，我也没忘了你，给你分了8万。现在表哥真的遇到难处了，你就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上，借我点钱，帮我度过这个坎，我以后一定还你。我拿着手机，听着电话那头表哥声泪俱下的表演，心中感叹：表哥怎么没去做演员？就这演技，怎么不拿个奥斯卡影帝？当初是谁说我只不过是帮忙照顾蚕宝宝，还说8万块钱已经是看在亲戚面子上了，甚至还当着所有亲戚的面嘲笑我穿得破破烂烂。现在倒好，遇到困难了，想起我了，真当我是冤大头啊！我没有跟他多废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打开转账页面，给他转了1分钱。这1分钱就当是我和他最后的交情。表哥看到手机上那1分钱的到账消息，愣了好几秒，然后突然发出一声怒吼：赵阳，你敢耍我？你等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！随即将手机狠狠砸在了地上，屏幕当场碎成了渣渣。时间很快到了年底，我带着老婆回了老家，和父母一起吃团圆饭。老婆的肚子已经显怀了，走路都小心翼翼的。我妈看见她就乐得合不拢嘴，赶紧拉着她坐下，不让她动一根手指头。所有的活全都抢着干。我和老婆坐在桌边，看着我妈和我爸在厨房里忙前忙后，两个人配合的特别默契。我爸负责擀皮，我妈负责包馅，时不时的还拌几句嘴。老婆靠在我肩膀上，轻声说了一句：老公，谢谢你，还有我爱你。我侧头看了她一眼，笑了笑：老婆，我也爱你。以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那天的饺子特别香，一家4口围着桌子，有说有笑，这才是真正的团圆饭。吃完饭后，我打开电视，随手换着频道，突然在一个新闻画面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表哥。新闻里说他因为没钱偿还债务，去借了高利贷，结果还不上，被人砍断了1只手。画面里的表哥头发乱糟糟的，脸色蜡黄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跟之前那个拎着普拉达意气风发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。我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几秒，然后拿起遥控器换了个台。老婆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问，我也什么都没说。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，新的一年又开始了。我低头看着老婆微微隆起的肚子，伸手轻轻碰了碰，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。曾经那些受过的委屈，吃过的苦，熬过的夜，如今全都化成了眼前这一桌热腾腾的饭菜和家人脸上幸福的笑容。这一切值了。